上一代大疆 RS2 稳定器我用下来其实没有太多意见，就是有一点小的痛点，甚至再上一代的如影 S 我觉得也还是很好用啊。那我想 RS2 这才发布了1年半，大疆应该不会立刻更新他们的产品线吧。然后这是 RS3 和 RS3 Pro 大疆的新一代稳定系统。那今年的稳定器外观变化真的不大，更多是在核心功能还有体验上有这么一些改进。大疆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整个稳定器的生态系统之上，尤其是在如影4D 获得不错反响之后，大疆已经验证了用户的需求。那像智能跟随还有图传这些受欢迎的功能，完全可以单独拎出来作为一个产品。于是你就会看到这次随着稳定器一起发布的还有这么多东西，它们的价格我觉得应该先列出来，你可以看一看是否在你的承受范围之内。那其实我觉得大疆对于稳定器这个产品的理念本质上发生了一些变化。相比过去只做好稳定这一个功能，现在的稳定器承担了稳定、图传、远程控制、推流，甚至是自动对焦。如果说要我给它一个新的名字的话，我会说这一代的 RS3 和 RS3 Pro 更像是一个综合型的媒体平台。大疆在这一代改变了产品的命名逻辑 ，RS3 相当于过去的 RSC2 的产品定位，而 RS3 Pro 替代了 RS2 的位置。那这确实也会更合理一点，毕竟大多数用户我觉得都会选择 RS3。那它的承重和上一代一样是3公斤，这意味着大多数的微单加上一个标准的变焦镜头，那都是没有问题的。那真正改变的地方主要还是设计。那相比上一代，现在 RS3 和 RS3 Pro 都用了一样的结构。那只不过它的轴不是碳纤维，而是镁铝合金，整机的重量和上一代也差不多，在 1.3 公斤左右。不过因为这个设计变了，过去 RSC2 的这个土舌头模式，现在你反而没有办法用了，这是你需要注意的一点。那还有一点需要提的是，大疆这次又给 RS3 设计了一块新的电池。大疆的工程师说，之后会让 RS3 兼容 RS2 的电池，但是你需要再等一波固件的更新才可以。那这次 RS3 的屏幕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更新，这块屏幕从过去的1英寸黑白的屏幕变成了 1.8 英寸 OLED 的触摸屏幕，这和 RS3 Pro 是一样的待遇。那我非常怀疑上面这块屏幕它就是 Action 上面的屏幕，但是我没有证据只是一个猜测。那你要说体验的话，它就是非常的流畅还有舒适，很多以前在 RS2 上面容易产生的误触现在也都不复存在。那过去我最头疼的稳定器模式切换，现在也增加了一个实体的滑块，那相对以前要靠谱很多。那还有2个新功能也是 RS3 和 RS3 Pro 共享的，那对体验的改善都不小。一个是这个没错，自动轴锁，大疆居然把这个给做上了。这个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小，但是当你用起来你会再也回不去的东西。以前拍完一个镜头转个场，你都要像这样很蹩脚的锁上每一个轴，不然你的相机就会变成一个拨浪鼓但现在就再也不用担心了，哪怕你是开机还有关机，稳定器上面的3个轴也都会自动解开或者关上，这就让它变成了一个非常结实的东西，像是一个三脚架一样，就会少操心很多，真的是挺好的。那当然你也仍然可以去手动解开这个锁，这都没有问题。那另一个我觉得有价值的功能是蓝牙快门。其实稳定器厂商几年前就做了相机控制，但是必须要接线，整个体验会变得非常糟糕。蓝牙快门的功能那确实受限，只能控制录制，但是你只需要配对一次就可以一直用，这是一个非常无感的体验，真的还是挺舒服的。那要我更进一步的话，会希望大疆给索尼还有富士做上这个电动变焦的蓝牙控制，这样可以直接控制这些内置变焦马达的镜头，拍出像这样的画面，一边变焦一边移动非常有感觉。这是以前大剧组才能实现的画面，那现在只需要大疆的工程师老哥少睡几天，我们也能够不接线实现这样的效果，所以拜托。那 S3 聊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你如果只想要个能稳定相机的设备，适合单兵还有小团队作战，靠谱，那这就是我推荐的一个稳定器。那如果你想要团队作战，更多的人需要图传，需要拓展配件，需要很多附加功能，你还有充足的预算，那接下来要讲的 Pro 应该会让你有点惊喜。RS3 Pro 自然也获得了 RS3 的所有功能，自动轴锁、大屏幕、蓝牙快门，它都有，就像刚才讲的一样。但有一点一定要注意，它们的2个电池虽然你看着可以相互插，但是 RS3 的电池电压只有 7.4 伏，而 Pro 的电池有 15.4 伏。所以当你把 RS3 的电池意外的插到 Pro 上面的时候，它就会电子阳痿。就是看着很正常，但是实际上它完全不正常。这好家伙，当时这个问题真的直接给我整懵逼了。我问了大疆工程师好久，那个工程师也懵逼了，最后发现是插错了，所以需要注意一下。承重上 RS3 Pro 和上一代一样是 4.5 公斤，但是它的轴臂变长了不少，这个对于大型的摄影机来说算是决定性的。以前的 RS2 经常容易出现打轴的现象，但现在即便是像 Marvel Edge 6K
或者是 Red 迅猛龙这样的大型机型，也基本上都不会被卡住了。哦，还有一点，快装版现在总算是变了。如果你买的是 i13 Pro 的套装，大疆现在提供了这个超级大板子，相比过去那个阴间小板子滑来滑去，这个真的是靠谱了很多。那 Pro 系列的一大特点是它机身侧面有这种触点，能够允许你接上更加复杂的配件，让它的生态变得更加完善啊。但是现在说真的 ，IS2 到 IS3，我综合看下来，这些触点它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存在感。我最喜欢的配件反而是像这种环形手持，用到了 IS3 Pro 底部的接口，还有这个铁头的 V 口扣板，这样就可以把整个稳定器，包括相机的供电，全部都集成到一个地方。那在顶上 IS3 Pro 还是采用了3个 USB-C 口，但是各自的功能是完全不同的，一定要仔细分辨。那这里其实我有点想要吐槽，因为 IS3 Pro 的电池电压不够，这次生态配件又特别的多，所以接口都不够用。如果你要给相机供电，那我就需要单独扯这么一根线出来取电，这对使用还是有一些影响的。不过你让出来的这些接口，再装上这些配件之后，那我又会觉得，好像还是挺值得的。我要讲的第一个配件是这个相比上一代体积和价格都涨了很多的 LiDAR 模块。这个东西我觉得完美印证了网上说的那个3代理论，就是一个新的产品一定要等到它到了第3代你再去买它，这个时候才会成熟。之前的2代稳定器在智能跟随上真的不够智能，有很多的局限性，要不就是你接个手机在相机上面，要不就是把相机的画面给输进稳定器去运算，但是你焦段一长，它的视角就变得非常小，那这怎么跟随嘛，对吧？现在到了第3代，大疆是真的怒了，这一个个都什么玩意儿？靠别人不如靠自己，不就是要一个视觉信号再加上一个激光雷达数据吗？那我全部自己做得了，所以就有了这个玩意儿。左边是摄像头，右边是激光雷达，接上稳定器，你居然能够用稳定器的小屏看到这个视觉摄像头的画面，然后你就可以极其精准的实现智能跟随了。这我觉得真的还是挺梦幻的。几年前我们在频道上面提过，在相机上面装个 Osmo Action， 再接到稳定器上，帮助它来实现标定，现在居然就成了一个最终的形态，真的还是挺酷的。因为毕竟是一个标准化的大疆自己做的摄像头，所以这比 IS2 的跟随就强了很多。我会说已经到了一个相当可用的级别，尤其是上下移动，你会很像是一个摇臂拍出来的，环绕拍摄或者是前面有点遮挡，都基本不会导致跟踪的丢失。这大疆是真的强啊，这没得说。那有了激光雷达之后，这个稳定器也就有了探测空间距离的能力，这就意味着 IS3 Pro 能够帮助一些没有自动对焦的相机，来通过外置跟焦器实现自动对焦。那以前我觉得这东西意义真的不是很大，尤其是在如影4D 上面有点麻烦，很难装。但是现在变成了分体式之后，我觉得它的价值倒是真的出来了。松下啊，相机真的好，但对焦真的烂。BMD 相机真的好，对焦根本没有啊，那没有关系。现在你只需要接个电影镜头做一下标定，大疆就能帮你搞定自动对焦。它的算法吧不算完美，但确实可以和那些有着相位对焦系统的索尼、尼康、佳能相机都打得有来有回。尤其是在夜晚，因为激光雷达它根本不怕黑，在晚上你仍然可以得到一个非常精准的对焦表现。那这个功能的主要痛点，我觉得还是在标定上面，你真的要花费时间去把一个个镜头给登记上去，而且在 IS3 Pro 上只能登记3个，但毕竟它能让你的相机实现自动对焦，还挺可靠。我觉得算是值得吧。那说真的，这个 LiDAR 已经算是够离谱了，但大疆这次是铁了心要卷遍整个影视行业，于是又拿出了这个图传 DJI Transmission。首先，上一代的鹰眼图传并没有被替代掉，用那个图传你可以实现手机监看，但这毕竟不够专业，距离也不够长，走的也是 WiFi 的协议，所以这次 DJI Transmission 的目标就是拿下专业市场，直接提供了 1080p 60帧，借助 2.4G、5.8G 还有 DFS 频段传输，并且能够自动切换频段，最大传输距离是6公里。如果你有研究过地面图传的参数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数据有多离谱。而且大疆很激进的选择了一体化的方案，那对于这一点，我会打一个问号，因为这是一个闭环的系统，除了这个独立的发射端，大疆这次并没有提供独立的接收端，你的选择有且仅有这个和如影4D一样的一体化图传屏幕。这个7寸图传屏好吗？那真的好，太好用了，它又亮又清楚，菜单又优秀。那它贵吗？那是真的贵，这一套东西下来要13499。反正如果说你不是靠拍片吃饭的话，那我觉得你基本上是不用考虑它的，真的有点贵。那再反过来说的话，对于租赁公司，他们又会觉得这东西性价比还是挺高的，毕竟正常进口的纯图传系统不带屏幕也要1-2万一套，而且保修还很麻烦，所以价格这个东西我觉得见仁见智。你觉得它算贵吗？但是我可以说的是，这个图传的性能确实是在第一梯队，在使用它的过程中，我没有遇到任何一次断连。那虽说走远了你会看到这种刷格子的情况，可是它确实就没有断过。大疆的 O3
Pro 是真的有点东西，而且这东西最离谱的是它还可以附加上行控制，也就是说，当你把它装到稳定器上以后，你可以直接把如影四 D 的手柄装到接收端，用来控制整个 i13 Pro， 包括它的跟焦或者是变焦，甚至你还可以调出一个虚拟菜单，直接远程控制相机的复杂功能。但是这个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我会觉得有点卡卡的。大疆的工程师说这是相机厂商协议本身的问题，但我希望能够再好一点，现在用起来真的有点卡。但无论如何，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对于车拍还有远程控制，可以说是革命性的。现在我们拍摄只需要一个司机、一个云台手、一个安全员，就能够完成以前几乎不可能做到的画面。像这种都是由一个人操控拍出来的。在控制模式下，一个发射器最多只能服务2个监视器。那如果你有更多的监看需求的话，你可以把图传调到广播模式，那传输距离就会变短，控制能力就会丧失，但是它的连接数量理论上可以变成无限个。那延时也是一个图传非常重要的参数。我们也拿现在剧组里的图传标杆 Teradek 做了一些对比。那确实 Teradek 的延时会比大疆要低一点，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无论是跟焦还是监看，体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大疆的图传延时大概是在60毫秒左右。那总的来说，大疆已经把这个图传打磨得非常优秀了，看得出花了很多的精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比如说发射端和接收端都支持多种的供电方案 ，FP970、WB37或者 DC 供电、Vico， 甚至将来还有扣板可以直接装到摄影机的背上来还出供电啊，这都太猛了。那缺点我觉得我能说的有2个，主要的都是发生在和 i13 Pro 适配上面的。一个是听着非常离谱的，我也觉得不相信的，就是如果你用了图传，你就没有办法用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个 LiDAR 模块啊，就没错，智能跟随还有自动对焦这2个功能和图传是不能同时出现的，你只能够2选1，要不图传，要不智能跟随加上自动对焦啊，非常的遗憾。那第2个痛点是耗电，如果你选择了图传，用 i13 Pro 自身的电池来供电，那这个稳定器的续航会掉到1个小时多一点就没电了啊，这个体验也是相当阴间的，所以我会建议你给它加上一块独立的电池，或者多准备几个稳定器的电池，或者是把整个系统集成到 Vico 电池上来供电，这样续航至少会好很多。所以到头来，我觉得只能说大疆的野心它真的是太大了。用如影4D 实现了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现在用 IS3 系列加上图传还有 LiDAR 做到了分体化的解决方案。接下来我都不敢想大疆还能拿出什么这种神奇的怪东西出来了，太卷了。但是我个人还是会希望大疆能把产品的价格再降一降，尤其是图传，不是所有人都需要7英寸的屏幕，也不是所有人都想要体感还有内录，也许把这些功能去掉，做一个5英寸的图传，便宜一点，你觉得多少钱比较合适？能够吸引到更多的用户。那无论如何，我觉得还是要给大疆的研发老哥们点一个赞，能在全球市场里面跑出来，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不知道他们睡得好不好，我感觉他们是不睡觉的啊，一定要保重身体。那各位也是一样，身体就是本钱。我最近就是不注意健身，现在我拿个i13 Pro 拍个评测都哼哧哼哧的啊，不要学我。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也务必点赞、闭嘴、收点。话都说不清楚了，你看这就是健身的重要性。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也请务必点赞、投币、3连转发，这会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